今天我们这里真的下大冰雹，我就醉了。啊，下冰雹。冰雹，我多少年没见过冰雹了。听说广东那里，好像就是下雨下的很大，对，我看它连豪雨啊。续一个星期都下雨，对，我看灾情好像蛮严重的。都有灾情啊。有，好像蛮严重的。现在听说那个封面就是到时候也会来台湾，所以就是那个到时候都会下大雨。那冷风对，或者吗？冷风过境是吗？那个可能就是下雨的那个封面吧，我们这边是叫哦封面了啊，哦就是下雨会那个封面来了都会下大雨。是这样子。反正西安我就好久没见过那雨这么大。下冰雹是很少见的。对。对，下冰雹很少，我只记得我小时候见过冰雹。哦，好，颗粒来了啊，欢迎和大家颗粒。先是不是问好一下？对，好，各位同学大大家好。家好，我们是大叔中。书中喂，文好，我们也欢迎玉兰哦。颗对粒是一直都支持我们了啊，就对对对，是忠实科里还是的粉笨叔的丝啊。学生，对不对？学生对，然后颗粒也常常支持我，所以这个颗粒是真的非常喜欢我们哈。对对，好，那还有这个 IG 的朋友，欢迎大家。好，那今天呢，我跟灿叔啊要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个应该我们没有在大叔中文聊过没有，这个主题，没有，这是新的主题哦。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中国人中文都很好奇，你们会上网找关键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特别呢也找了一下关键字，看大家对中国人中文还有这个中国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啊？最好奇的是什么呢？最好奇的是什么呢？最多人问的是什么呢？对，对啊，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题目。所以呢，灿叔帮我们找了5个大家最好奇的，对中国人中文最好奇的5个点。好，佳佳欢迎啊，还有老师大哥，老师大哥。好 ，OK， 至少没有叫老师叔叔哦，帮我们叫年轻一点没关系啊。对，有时候好，有些同学直接叫我叔叔，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年龄应该没有那么大吧？差不多了耶哦，我们已经真的那除非他们比如说10来岁叫我叔叔，我是能接受。你要和我差个2、3岁，你叫我叔叔，我是受不了的。对对对，叫大哥都嫌太多了啊。对。好，林子来了，欢迎。好，那我们就也可以，对，叫大叔们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灿叔帮我们念一下中国人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好，那如果你们觉得你们也心中也有自己的问题，你们也可以打出来啊。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点吧。Top one， 好，笨叔帮我们念一下。你叫我笨叔，我受够了，我不录了，我走了。灿叔，为什么 Top one？ 我每次念到英文就会变成笨叔了。我霸录，我跟你说，再念错一回，我直接走人。每一集都会有这个花絮出现啊。对。好，第一个就是来了，很多人啊都特别想了解这个为什么中国人爱喝热水？为啥的呢？而且现在很多中文老师都用这个主题来搞笑，拍一些搞笑视频， 对不对？会。不过我先问灿叔好了，灿叔你个人爱不爱喝热水？我爱呀。对，刚刚叫错嘛，苦主出现了。他苦什么主？他是不在的被 Q 的，这个什么苦？是爽主不是苦主。对呀，这爽主好不好？你才是苦主。好的，好。灿叔爱喝热水是从几岁开始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像你说，是问我几岁开始喜欢喝热水。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从家里头，父母小时候都会这样说，希望你喝热水，怕凉水对肚子不好啊，肚子会胃疼等等啊。所以从小其实你也没有去思考过为什么要喝热水，你就觉得好像不自觉的就是应该有的这么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凉水的话对胃不好，所以你可能会选择性的就是喜欢去喝热水。特别是其实对我个人也是，我是觉得我有亲身的这个经历，让我更坚定的是一个热水爱好者。
因为我胃不舒服，对，我这个人胃有点灿叔的胃都一向都不对太好，对，所以我更需要喝热水。有时候胃真的特别难受的话，我需要用一个热水袋放在胃上面暖胃。我是觉得有作用的，那个暖流是能进去的，慢慢的胃疼就会缓解。所以我会真的觉得热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有用的。所以我很多时候也会教瑶瑶，我就说也喝点温热水，起码太热他可能受不了，但会让他喝温热水。对 ，OK， 好，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同学也喜欢喝热水啊。好，变叔就不管，他是例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了啊。然后这个同学说他也喜欢喝热水。其实我们说热水啊，其实也没有说真的非常热了，就至少是要温的，对不对？对，不是说滚烫的水，对，不是滚烫那种那个100摄氏度那种的，不是那种。对，那其实我觉得我同意灿叔说的哦，我觉得我会喝热，我现在都喝热水，我不喝冷水，包括夏天我也喝热水，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中国的文化是很有关系的。从小到大，父母亲就告诉你，喝热水跟你的体温比较接近，对身体比较不会有负担。然后而且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想听父母的话，比较叛逆，可能就会喝一些冷的饮料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好像35岁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喝热水真的对身体比较好。所以我几乎35岁以后，我都是喝温水或热水。那我觉得真的对身体也比较好。对，我之前也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人为什么爱喝热水。就中国人以前的话，就是有时候也会喝凉水，后来发现容易生病，因为一般水里头你其实有各种病菌啊什么的。后来中国人习惯把水烧热了，把里面的病菌也杀死了。这样喝的话，对身体确实是健康。就这个方面也是有卫生方面有这方面的考虑是有的。而且我听说有一些像欧洲、美洲那些国家比较进步的国家，他们水龙头打开就可以直接喝了，好像是。对，但是这个情况至少在台湾是不可能，我们不敢，我们一定要把水给煮开了才敢喝。对，其实像我们家现在后来是买了一个净水器，它从接的那个水龙头上面，你直接打开之后，水是可以直接喝的。我们现在其实也会喝这种水，或者有时候把它掺着热水一起喝，它就变温水了嘛。温水这可以直接喝。对，好，对，其实这个Ben叔说的也没有错了哦。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比如说特别喜欢泡个养生茶，那养生茶肯定是热的，然后养生茶喝起来既舒服，对身体又健康所以我觉得会然后好，来灿叔帮我念一下颗粒的。他说我现在有喝热水的习惯，但是没有科学的根据啊。对，没有科学依据的好处。对，确实不知道，科学上没有解释过，但是好像就觉得真的有，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作用的。对。颗粒还买过灿叔的书耶。对呀，他还是奔放的学生，还支持过查老师。OK， 好。那这个我觉得Top One这个题目，中国人为什么爱喝热水？答案是肯定的我觉得至少30几岁以后吧中国人会慢慢的开始喝热水，都会慢慢的进入喝热水的行列，慢慢的进入喝热水的这个岁数我觉得会，这个我认同好，那这个汉奸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喝茶比喝咖啡多一点呢？就喝茶其实和咖啡的作用其实差不多都提神了，对不对？提神。但中国产的是茶嘛，咖啡一开始少嘛，没有一开始。咖啡对中国是舶来品嘛，就是从外国传进来的，所以整体中国是有一个茶文化，没有一个咖啡文化。但现在年轻人喝咖啡还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我觉得现在慢慢中国人喝咖啡的人口也变得很多了对，所以其实很多我觉得我觉得可能老人家比较爱喝茶是真的，因为咖啡有时候刺激性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之前是在哪看说上海的咖啡馆的数量比东京都多的，是在整个亚洲最多的。对，所以汉奸你这个问题我倒觉得不一定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喝咖啡的人口也变得非常非常多。你像我就比较偏好喝咖啡，我比较少喝茶对，我早上起来先泡一杯咖啡喝一下，都是这样，我也是习惯了也是。对，我觉得至少会让我比较清醒一点
好，水质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有台湾的水对有一部分，所以我们都会习惯烧开水，把水烧开了再喝，更卫生更健康。哇，好，那这位同学我们念一下好了哈。天气热的时候我喜欢喝冷水，天气冷的时候我喜欢喝热水。对，没错，这个也是啊。好 ，OK，Top One 的问题呢，帮大家解开疑惑。没错，中国人就是爱喝热水，很爱喝热水嘞，非常爱喝哦。那外国人都喝冷水，我们也都知道了哦。好，OK， 没问题。好，我们看 Top Two 好了，来，灿叔帮我念一下。为什么中国人什么东西都吃？这个真的有个偏见。很多外国人都说你们是吃狗肉，很多人问，对不对？还吃蝙蝠呀，吃虫子呀，然后这个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活的都能吃。这个也有一些历史的渊源造成的误解，对不对？还有一些地域的原因啦，因为中国太大了，有些地方比如说确实有吃狗肉的，比如说之前有什么玉林的这个狗肉节，在云南还是广西那边，对，有个狗肉节。现在都没了，现在因为好多人爱狗的人越来越多了嘛，这些都不可能有了。但是说实话，就在往前几十年的话，那些人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那么的爱狗的。那个时候狗确实在一些地方，就是那种家里养的土狗，确实是一个主要的食材之一，这是实话。对，台湾不知道，在大陆确实是这样的。OK，因为台湾应该很早就没有，其实都一直都没有，对，没有哈，不过我知道有一些可能中国比较偏乡的地方，比较乡下的地方，的确会有这样的，有卖狗肉的那种的。对，有的。现在我觉得非常非常少了啦。现在少了，基本没有谁敢明目张胆去卖这些东西，都是也是私下，绝对不可能明目张胆哦。好，这个林子说的偏见了啊，就是说大家会觉得中国人什么都吃。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历史的渊源了啊，因为中国古代的时候常常会有战乱嘛，所以这个灾荒、饥荒这个蝗虫造成的灾害，所以贫穷的人特别多。那遇到战乱的时候啊，你难免什么都没得吃，那什么只好看到什么都吃，树根也吃，我看吃树皮啊都能吃，对吧？对啊，你不要说狗了，草也吃，土都吃，对不对？对，以前中国就是战乱的时期特别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传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什么都得要吃才能够生存下来。那当然现在中国整体比较富足了，这个就没有这个需要了所以慢慢观念我觉得已经改变非常非常多了。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是80几年到90几年的时候，那个是整体还比较穷，真的一年都吃不上多少肉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肉。没错。那么你要是就能吃的就真的很少。现在就是中国人什么都能吃，那肯定会吃的越来越精细嘛。以前是只要能找到的东西能吃就吃。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村里头那些人是会去抓老鼠，山里的老鼠，那种老鼠弄之类的，对，会把它弄成薯干吃的。对，因为那时候确实没什么好吃的东西，那就什么都能吃了。现在人越来越精细的，而且找到食物越来越方便了，就不会吃那些东西了。而且那个以前会讲究吃那种野味儿啊，就是那种小鹿之类的、獐啊之类的。但其实那东西肉特别硬的，不好吃的。说实话不好吃的，只是说那个是时代的关系，我是觉得比较多。我倒觉得现在中国人什么都吃，我不敢讲，但是吃的越来越奢侈，倒是那个是真的，就是花样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残忍，我觉得是有，就是那个有时候是活鱼活的时候或者是那种什么花样都有。我觉得人一有钱，人一有钱不止活鱼，还有活的很多动物，它活着的时候处理它，就是有啊，意思就是上桌的时候还是活的那种噱头。对，有，现在不应该都禁绝了吧？以前我记得有那种猴子的脑子，猴子还活着呢，对，还活着，见过的新闻，直接给他开脑。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有钱了，花样变得比较多，那这个就有点残忍我觉得这个花样是应该要禁止的是的。OK， 那以前真的中国人什么都猴脑，我们说猴脑也吃
熊掌，对不对？熊掌还变成了药材了，所以这些我都觉得慢慢，既然富足了，应该要更思想要更文明一点。我觉得有些东西没有必要是不需要去吃的不是说没有吃就会死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搞一些花样就正常的食材那么多选择，为什么非得吃那些东西？不可能饿死的。我觉得正常的饮食就好了不用去变那个花样。我倒觉得现在中国富足之后，有时候花样倒是太多了。最近几年其实还好，我是觉得中国人财富起来那几年，很多暴发户他为了彰显自己与众不同，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些乱七八糟很奇怪的东西，显得我和别人不一样。确实有那么几年特别多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均富之后，我觉得慢慢的这种想要炫耀的心情没有那么多了大家都差不多有钱嘛好，我们来念一下Ben叔的。我不吃奇怪的东西，除了凤爪、黄喉、板筋、心吸管，这还不够奇怪。你还不吃奇怪的东西？这些哪个不是？这些哪个不奇怪？除了毛肚之外，哪个不奇怪？对呀。好，汉奸的，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中国人爱吃羊肉？羊肉很多地方人都不爱吃吗？对啊，都爱吃呀，都爱吃啊，没什么特别的吧？对啊，不止中国人爱吃羊肉大家都爱吃羊肉很好吃啊，当然爱吃啊。好的，好，颗粒的凡是4条腿的都能吃，除了桌子；凡是能飞都能吃，除了都是飞机。这是说广东人的吗？广东人也这样说。广东人广东人真的很会吃，说实话。好，那泰国现在泰国还有吃田鼠。中国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乡下种田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吃对，好，来我们这同学打好多字，我们念一下。2015年我爸爸去过北京2个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直喝热水。可是我2022年来到中国，我一直还没习惯喝热水再2年了这位同学，再2年你就习惯了好，那我们来看，年纪还不够大，可能你还是对，我觉得喝不喝热水跟年纪很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10几岁、20几岁的小伙子，你们体力还那么好，可能你会比较习惯喝冷的东西喝凉凉的舒服呀，像个冰可乐呀什么的，你热喝什么呀？对吧？对，那你像我跟灿叔的年纪其实那些该喝的都已经喝腻了，我们现在就喝热水就可以了，比较重视健康对对对。好 ，OK， 我们来看 Top 3。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吃火锅？为什么要查出？这个我不否认，我也蛮喜欢吃火锅的，在台湾还有素的火锅呢所以在台湾的火锅五花八门，什么口味都有。有韩式泡菜锅，味噌那个日式味噌汤的那种锅对，都是养生锅什么都有所以真的火锅的口味五花八门。那我也不否认，我也蛮喜欢吃火锅的。其实我觉得火锅在大陆的话，最流行的还是就是重庆口味的火锅，重庆口的对辣的。或者是鸳鸯的，就是一个辣的，一个是3鲜的这样。对，台湾很流行鸳鸯锅，因为有的人不吃辣，你可以就是一半是辣，一半不辣。对对对对，鸳鸯锅，这个蛮有名，大家可以记一下鸳鸯就是一种鸟，它总是成双成对的一起游鸳鸯鸳鸯锅就是一半辣一半不辣的火锅那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够公正，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外国人只要接触到火锅，他们也爱。对，所以我觉得火锅是一个普世价值，就是接触过的都喜欢。对，我觉得火锅有一点就是其实很好做，你知道吗？它是底料你只买来就行了，菜你买来准备好，就直接往里煮，边煮边吃，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舒服的。又不累，大家像这个缺水说的，就是可以增进感情，大家边吃火锅边喝酒边聊聊天，很舒服。对，这个我同意，因为我们吃火锅有时候是吃那个气氛，对，就是3、5好友聚在一块儿，哇，非常的开心，聊聊天，然后一边涮一下那个肉，哇，喝点小酒，喝点茶，哇，那个感觉特别好。特别我们会为什么说中国人爱喝茶？因为喝茶可以解腻嘛。咖啡没有办法解腻，但是喝茶可以解腻。所以如果你觉得吃太多肉很腻的话，你喝口茶，哇，又可以继续了所以我觉得吃火锅再配一些茶，哇，那个感觉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吃这个中餐的话，其实你点菜不会点特别多，太多你吃不下的。火锅的话，你可以点很多菜，因为每样尝一点点都 OK， 都可以，只要有蘸碟就行。对，然后还有吃火锅的一个艺术就是酱料。哇，如果你能够把那个调味跟酱料，你可以很多火锅店是你可以自己去调的，你可以调出自己最喜欢的酱料，然后哇，那个算起来真的那感觉特别好哦。好，然后呢，这个月莹喜欢吃海鲜火锅，火锅加啤酒真的这个男人特别爱，男人很爱啊。好，夏天的时候对，女人可能就会配果汁或茶啊，男人就是配个啤酒，哇，夏天特别爽， 对不对好，因为辣辣的吧，应该是辣的啊，因为辣的也会对长胖嘛，不过也会容易长胖，要吃辣的话就是容易长胖。对，吃多肯定会胖的啦吃火锅不健康，这个的确啦现在的确也有养生锅，不过那个热量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我认为就是一个星期跟3、5好友家人聚餐一次，吃一次火锅，一个星期一次不为过。对，不可能成天吃辣，就偶尔吃一下，就是这样成天吃你会上火，你可能身体也受不了。对，好 ，OK， 哇，很好，大家的这个反馈都很好。我跟你说起吃火锅，我觉得最奇葩的就是瑶瑶，就我儿子。为什么？他特别喜欢吃海底捞吃火锅。但是他吃火锅的话，有一个他其实不怎么喜欢吃菜。海底捞他有一个现拉的面，你知道吗？拉的面，然后在那甩来甩去那种。对。见过没？对。然后他一个人可以吃3根面就纯吃面。然后他要那个番茄汤底的锅，我知道他喜欢吃番茄汤底的锅。然后番茄汤底的锅，然后煮那个面，一个人可以吃3根，然后别的菜都不吃，特别喜欢吃。那他跟我有点像，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单纯吃面，不喜欢太多佐料。对，那我如果单纯，比如说我爸煮面，如果只有面，我可以吃很多但是如果他加了很多有的没有的菜，我反而你是不吃菜，不吃里面的那配菜的，是不是？我比较喜欢单纯感觉那个汤如果入味的话，我觉得那个面特别好吃好，对，我们有时候给他弄一些菜在里头，他都不吃的。对，那白加瑶瑶跟我有点像。对，现在泰国满地到处了到处都是火锅店，满地有点奇怪，到处都是火锅店对，好，来这个参数念一下。在我们这儿火锅自助餐比较普遍，觉得可以挣回本钱。火锅点菜比较贵Tracy 住哪里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我已经忘记了。Tracy 住哪里火锅店自助餐，火锅自助餐的话是便宜一点吗？对。火锅自助餐的话，就是你一个人，比如100块钱就吃到饱那种要火锅点菜的话会贵，确实会贵一些。OK， 好。然后汉奸问了一个问题，来参数念一下。我觉得苹果、香蕉和橙子对中国人是最喜欢的水果。中国人最喜欢吃这些水果吗？为什么？确实吃的挺多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喜欢的。我觉得苹果的话因为苹果在以前至少在台湾以前是非常昂贵的水果那所以以前大家就是希望梦想能够咬一口苹果就心满意足了因为那时候苹果非常少而且非常贵。那现在因为大家普遍都有钱了吃苹果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大家就会觉得吃苹果是一个好像很名贵的一个享受对，所以苹果、香蕉、橙子这个我不否认，我觉得中国人蛮喜欢这3类水果的。对，特别是会买这些水果吃，确实对，就是很具代表性的这些苹果都很具代表性，而且可能就在中国比较好买这些水果，就是比较多吧，我觉得是。对，多的话它又会相对会便宜一点，不是特别贵的。对，我老婆就觉得苹果是一个平民水果，一点就在大陆比较便宜。苹果真的好吃了，我个人不喜欢香蕉了但是苹果跟橙子我都蛮喜欢的，就是比较水分比较多一点。对，而且蛮好吃的。对，好 OK， 这个大家的反馈都很好好，我们看一下Top 4这个是我们看一下我的眼睛有很小吗？也不至于吧。赶快先把眼睛撑大一点。对，这个是一个偏见吧，我觉得确实，这个其实在中国大陆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对很多时候
他们比如说有些国外拍的电视剧啊等等啊，找了中国的演员，就相对会找到眼睛偏小的，然后中国大陆的人就会很不舒服，对，就觉得他不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样子。对，但是国外的很多人，不知道西方的好像就觉得像中国人好像普遍眼睛是比较小小的，就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像女生特别我觉得外国人对于中国女性的偏见，就是演员一定要找那种凤眼的，然后单眼皮的女生，那才像中国人典型的感觉。对，所以你看那个好莱坞的那种华人女演员，几乎都是单眼皮，然后都是那个凤眼。好像要找很典型的那种，可是其实没有对啊，中国人眼睛很大呀，也双眼皮很多呀，就不是真的不是割的双眼皮，是天生的双眼皮是很多的。对，我觉得眼睛小的话，这是我的偏见，我觉得日本人比我们的眼睛小多了吧？日本人、韩国人都比中国人眼睛小呀。对啊，眼睛小是我们用来判定他是日本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的一个标准。对，对，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啦，但是我觉得日本人跟韩国人的眼睛偏小，对然后林子可能就会开始觉得不高兴了，哪有日本人的眼睛可大着呢？对，我们会说单凤眼，就单眼皮的，然后眼睛比较细那种。但是单凤眼会更好看一点，但有些小眼睛它未必是单凤眼的，不一样。对，有的小眼睛它可能是圆形的，就不好看。单凤眼可能是偏比较长一点，有点翘起来那种，有个角度这样子，有个阴气，有没有有一种是的那种感觉那个就真的是很美的单凤眼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你找不太这种有阴气的单凤眼，其实很少，特别是现在年轻的演员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眼睛，你很少有见过哪个演员眼睛是小的。而且普遍在街上的话，中国人我是觉得小眼睛的并不是特别多，特别小的。然后呢，现在这个中国流行那个仙侠剧嘛，哇，那个女生眼睛大的水灵的，哇，那可不是小眼睛，那是大眼睛了就中国人的审美里还是偏好大眼睛的，对，大眼睛有神，炯炯有神的，然后有灵气。对，我个人如果比如说找喜欢的女生，我也会比较喜欢大眼睛一点的是的，好，对，对，就叫丹凤眼吧丹凤眼就是那个好 ，OK，没问题。中国人到喜欢吃对榴莲是这个有些人喜欢吃，有些人不喜欢吃。像我老婆就特别喜欢吃榴莲，茶叔笨叔好像都不喜欢吃榴莲我没办法，我光闻到味道我就不行了。对桃花眼桃花眼什么叫桃花眼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听说过。桃花眼好像就特别会吸引异性的那种眼睛吧？可能是吧，可能是桃花眼。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我也没有听出这个词。对，就是特别能够吸引异性的那种特别是女生的眼睛啊。不过这个词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耶。是不常用。不常用，我觉得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Top 5。好，为什么中文还叫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应该只有在大陆才叫普通话吧，在台湾并不叫普通话。台湾可能叫国语吧。对啊，这个可能是政府规定的。对，可能不过大家一定有学中文的时候有学到普通话这个词了我觉得中文汉语指的就是中文 Mandarin。对那普通话我觉得这个词特别是用来区隔方言跟正统中文用的。比如说广东话、粤语，他们就粤语就绝对不能叫普通话，但是粤语属于中文嘛，对不对？对所以普通话我觉得就是在讲正统的，就是北京那个正统的中文，就标准音了，就是中国的官方的这个标准音，就是你像广东人，他们有时候带有自己的口音的说的这个普通话，我们叫广普。广普对，有点口音，广东口味叫广普，这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带口音的普通话。对啊，你那个灿叔在浙江一定也有浙普，台湾有台湾国语，对就带有台湾腔的都有。
那个他们说的虽然是普通话，但是是带着他们当地口音的普通话，不能说是正统的。比如说你是美国人，你可能说的是美普，美普，那四川叫川普，四川真的叫川普啊，川普没有错。对，好，那所以各位同学，中文又叫普通话，但是我觉得普通话特意讲的就是标准官方中文。标准的正统的官方中文。那你可能到了中国各个地方，大家讲的会是当地的方言方言就不能叫普通话你说像闽南语像这个粤语可能很多方言这个都不能叫普通话。普通话指的就是正统的这个官方的语言嘛，官方的推广的这个语言，对，让全国人民都说一样的话。只是因为在推广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所以每个地方可能人说话多少带一点点自己的口音，是这个样子。对，因为这个中国是地大物博嘛，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肯定会有这个地方性的方言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学的中文，我想就是普通话就是官方标准正统的中文我们现在说的我跟灿叔现在说的也是普通话，对，普通话好，普通话当然也是中文了不过中文就是泛指普通话加上各地方言，那个就是中文或汉语好 OK 哇，我觉得呢哇，Sergio 又给我们打赏，太支持我们了太感谢了对好，那这个今天呢，这个首先感谢 Sergio 的打赏突然让我精力十足了我准备下线了，再多说几句话。对，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希望今天我们准备的 Top 5 5大这个网络搜寻量最高的5个问题，大家能够感到满意，希望有解答到各位的疑惑。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节目蛮有意思的，还想要知道更多大家在搜寻跟中国有关的议题话题大家下面留个言说好，敲碗一下 Part 2我们再来个 Part 2，对，我跟灿叔还能收到对，我跟灿叔就会进行 Part 2了好 OK， 那就谢谢大家咯，我们下一期再见了我们现在是接下来是星期五了好对 OK， 好，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咯。我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是不是我们后面5月份可能有一个新的计划对，好，那这个5月份我们3位大叔呢讨论了很久，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对大家一定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很多同学特别希望跟我们3位大叔面对面的接触当然没有真的面对面就希望跟我们聊聊天在网上聊聊天所以如果没有如果了5月份开始可能5月应该具体是9号吧对，可能5月9号就会正式开始了就是 Meet Up with 大叔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周四哇，那个颗粒眼睛都亮起来了每周四的晚上应该也是7点半开始我们可能会跟大家用中文聊聊天，大家可以连线，对，和我们连线。如果大家想要上来节目跟我们一起说中文认识我们或者是想要练习自己的口语每个人可以练习个2-3分钟之类的上来跟我们认识一下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形态也可以反馈给我们5月9号开始每周四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单元就是跟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见面好，那么这个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以后应该每一期都会预告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直到大家听腻了为止，耳朵听出茧了，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好消息为止好，那就到这啦，各位同学再见咯，我们下一次见咯 OK， 拜拜，拜拜，再见，拜拜。